哎呦，下星期要开学了，新学期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一定要考到好成绩，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Hello，大家好，我是 Bria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初次见面，请允许我做个小小的自我介绍。那我目前呢是一名大学生，就读于沙拉越科技大学。我的频道主要是会分享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小贴士，当然也会上传一些其他类型的影片。比如说有 vlog 挑战、个人成长、个人经历等等。以上就是关于我的自己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话不多说，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视频主题吧。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呦，下星期要开学了，新学期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一定要考到好成绩，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往往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过，但是后来在摸索当中呢，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头绪。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影片当中，我会来和你们分享我自己是如何去制定新学期的学习计划。那第一个贴士呢，就是要做自我分析，也就是分析你的学习优点和学习缺点。那学习优点呢，可以打个比方，就是你的理解能力好，或者你思考能力强，又或者你自学能力强。那缺点呢，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记忆力差呀，或者你拖延。那做自我分析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你知道你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方便你在日后的新学期当中呢，可以去改进你自己，把你的缺点变成你的优点，然后再把你的优点变成你的闪光点。那第二个贴士呢，就是要确定你的学习目标。在这里呢，我们要用一个方程式或者一个标准来制定我们的目标，也就是 SMART。S 呢代表着 specific， 也就是具体。打个比方，就是你希望你在新学期当中呢考得比上学期还好。那第二个呢就是 measurable， 可测量的。举个例子，就是你希望你在新学期当中可以考到全班前5名或者全班前10名。那第三个呢就是 achievable， 可达到的或者可完成的。那在这里呢，你要确保你的目标不会太难实现，因为如果太难的话，会导致你很容易就放弃；反之，如果太容易的话，也会导致你失去动力。所以呢，最好要现在的能力稍微的再难一点点就可以了。那举个例子，就是你在上学期考了第7名，那你在这个新学期，你可以定一个目标，也就是让你在新学期考到全班前5名。那第4个就是 relevant， 相关的。在这里呢，你要确保你所立下的目标是和你最终或者最大的目标是相符合的，就是可以保证你达到你最大的那个目标。举个例子，就是你希望考到好成绩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想要考到你梦想中的大学，或者你想要证明给你的老师、朋友或者同学们看你的能力等等。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Time bound， 时间限制，也就是你想要在什么时候达成这个目标。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放期末考作为我们最后要达成目标的时间点。所以结合起来呢，你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在这个新学期的期末考中考到全班前5名。那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也知道你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而不是非常的抽象化或者不具体的。那第3个贴士呢，也就是科学的安排时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遵从4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劳逸结合。除了学习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休息和娱乐。因为适当的休息和娱乐呢，可以放松我们的头脑，缓解我们的压力，也还能够提升我们之后的学习效率。那你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散散步呀，或者健身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你在晚上复习完了之后呢，也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和朋友一起去开黑，或者想要去追剧的也可以去追剧。但是呢，这里要注意的是要适当的休息，而不是报复性的休息。那第2个原则呢，就是多学科切换。意思就是说，当你学一门科学累了，不想学了，你就可以换去另外一门科目学习。因为当你开始对一门科目感到厌倦的时候呢，如果你再继续学的话，你的效率会降低很多，你的头脑已经开始对那个科目不感兴趣了。如果你硬学的话，你也只是在读着，头脑根本吸收不进去了。所以呢，多学科切换来学习的话，可以让你的头脑保持新鲜感，
也能够同时学到2门科目。当然，我们还是要跟着我们学校已经安排好的考试时间表来合理安排我们的时间，不可能一直想要换科目学，然后就跟着自己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反而会让你的效率很低，然后你也无法去跟着学校的考试时间表去学习。所以呢，在这里大家要合理的安排你的时间表。那第3个原则呢，就是要分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先去做比较重要或者比较紧急的事情，过后才去做一些没那么重要或者没那么紧急的事情。最后一个呢，就是要高效，也就是说，在早上或者其他时间，你认为自己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功课或者事情。因为早上当我们睡醒的时候，我们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去做一些数学或者物理或化学的功课或复习题，然后下午或晚上呢，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写作文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其他剩余的琐碎的时间去做一些比较小的任务，比如说利用换节的空档时间去背一些英文单词，或者去做一些数学题，又或者去背一些数学公式等等的。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最大化的利用你的时间来达到你保持高效的目的。总结呢，一个好的学习计划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它毕竟只是一个学习工具。真正重要的呢，是让你有那颗想要改变的决心。如果你只是嘴巴上说着想要改变，但是又不肯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的话呢，你肯定很快就会放弃的。所以呢，在这里做任何东西之前，尤其是学习，决心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妨给个赞，然后分享给你们的朋友，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视频内容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